物现在不涨了吗？也不知道现在外面到底怎么样了。哇，新的熔炉室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终于在鸡窝下蛋了。末日来临，而温度降到了冰点。而一开始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降温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湖面还有海面都已经开始结冰，然后是龙卷，还有陨石等等其他天灾。这个时候人们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自然灾害，树木陆续被冻死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动物也未能幸免。好的，欢迎回来大家。如今现在天气越来越冷，积雪量越堆越高，寒潮也即将来临。为了更好的迎接寒潮，我们迫不得已来到了山底下，而我们之前生存的半山腰的基地现在已经被暴雪侵蚀，现如今山底下的地下基地也逐渐完成。大家快看，基地的大门口也已经堆满了厚厚的积雪，想要出门这并不可能。现如今我现在真的可以感觉到现在这个天真是越来越冷了，而我们每次下矿的时候都要爬这层长长的梯子，都要花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可以先不用说，那如果说到了后面寒潮侵蚀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爬梯子，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取暖。所以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，就是把我们电梯直通我们的地下矿道，而等到寒潮真正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乘坐我们的电梯，而我们的电梯速度要比之前要快上很多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生存率啊！终于给它挖通了，我挖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终于把这个电梯通道给它挖通了。之所以花费这么长时间，消耗这么精力，就是在寒潮来临的时候，来确保自己有一线生机。哇，大家快看这个速度，真的很快！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挖这个电梯通道，真是没有白挖啊！现在我们这个观景台就已经开始积雪了，应该花不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观景台就会被这个积雪所覆盖了。下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仓库的话还是比较乱的，没有做那个物品展示框。我们先做一些物品展示框，给它分类一下，把每个箱子整理整理。这个箱子里面它就全部给它放上木头了啊。OK， 你们看我这记性，半山腰什么都带走了，只是个虫大没带走了。虫大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还好我想起来了，要不然虫大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话说虫大放在这里，它不会吃鸡吧？应该不会吃啊。哎，这边好多鸡蛋，把这些鸡蛋全部捡了。大家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安静，其实越是这个样子，就越让我感到心里不安。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我的温室看一眼了，我们先去我们的温室再看一眼啊。我们温室的农作物也说差不多了，但是我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，就是有的农作物居然没熟，都是同时种的，这两个农作物居然没熟，奇怪了，明明都是同时种的，这两个小麦却不长。你看这边农作物全部都已经成熟了，这边也不长了。说实话，这种情况的话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啊。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我只是以为这几个小麦存储是营养不良啊。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烧完这些农作物，我们最后的话再全部给它种上。然后半山腰这边还有一些桶，这些桶的话全部带走啊。有污水的我就不带了。大家快看，半山腰的浆果似乎现在都已经开始停止生长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难道说是我运气不太好没长出来？哎，先管不了这么多了。这个半山腰这边还有个岩浆湖呢，把这个岩浆湖里面岩浆全部给它带走啊！大家快看，这边积雪积的快，都有一层雪墙了。再见了最开始的地方，再见，到时候还能回来看一眼。对，这一层，哎，没办法，这一层的话，到时候会非常冷啊。现如今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安逸了？但是我的心里总感觉有什么不太对劲啊！哎，应该是我想多了嘛。我们现在趁这些功夫，先把这些鸡下的蛋全部给它捡了。喽，吃饭了，喂完你的，喂你的，喂完你的，再喂你的。哦，生了。然后又来到我们的粮仓，继续存些我们的食物啊。哇，我现在有点渴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纯净水喝啊。我现在甚至连烧东西的地方都没了。大家还记得我这个观景台旁边那个熔炉专门烧东西的地方吗？那边经过一场台风之后也已经被摧残掉了。所以说现在我打算在我们的山底下也建设一个熔炉室啊，主要是烧一些东西。当然建设熔炉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排烟啊。不烧东西还好，一旦我们利用煤烧东西的话，会产生大量的烟啊，而这个烟如果说没有及时排出去的话，我们整个基地将会充满一氧化碳啊。那个时候我没被冻死也要被呛死了。而这个熔炉室一旦烧起来的话，会产生大量的烟啊，这个烟筒的话肯定是排不出去的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多一点那个通风管道了。通风管道的摆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只需要放在这个熔炉的上面，这个烟的话就会进入这个通风管道，然后通风管道的最后一个地方直接通往外面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烟就可以完全排出去了。挖了这么久还没有挖出去吗？这么高
挖到泥土了，我听到雪的声音了。OK， 这个位置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哇 ！What the fuck？ 差点给我埋起来了。不过还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挖出来了。看一下我在外面积雪。不是，我就30天没出来，没看啊，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吗？把这个烟筒的话给它摆高点啊，别到时候烟排不出来啊。或者说积雪把这个烟筒给它盖上了。哦，你还真别说，在外面，这边就是冷的不行啊。还好我拿这个岩浆块啊，现在的话越往上面走越冷啊。但是这个必须给它搞高点啊，到时候这个积雪把它盖住了，这个烟都排不出去了呀。哇，先放个岩浆块，这么高应该可以了吧？再搭一层，这么高应该可以了。哇，就在外面待了一会儿，我的手都要冻麻了，没有知觉了，我的耳朵要给我冻掉了。快，我们现在的话先回去，然后把这个管道给它接下来啊。哇，还是地下暖和呀。这边这个通风管再给它接上 ，OK， 完美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先烧一个熔炉，看这个烟能不能排得出去啊。大家快看，这个烟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通风管道了。行的。那如果说我把这个挖了呢？好像也没事，这个烟的话顺着旁边的通风管道出去了，再把上面填上呢，会怎么样？烟在往这边走了，你们看到没？这样就不行了啊，这个烟就散开了，必须要用这个东西。好的，这里的话我是简单的放了些熔炉，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烧制东西的地方了。然后每个熔炉里面都添一些煤，到时候用的话也比较方便一些，不要需要我们来一个一个放了。然后大门的两侧放一些箱子，到时候烧制一些东西，我们可以先放这个箱子里面去，也不占我们的背包。再做几个高炉，万一到后面急需用铁的话，我们可以这边直接先烧的，因为高炉烧铁的话比较快一些。这段时间太过于安逸了，总感觉有一些坏的事情要发生啊。为了让自己的心底过得更安稳一些，这边我打算刷一下那个岩浆，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滴水石锥在这边刷一些岩浆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岩浆非常的少，我怕到了后面岩浆块还有火把不能再给我们提供热源的时候，只有岩浆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热源啊。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么到时候不就来不及了吗？虽然说最近还是相对比较安稳的，但是以防万一，好吧。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温度只能到正常的温度啊？甚至我现在靠近岩浆，而我的温度也不会上升。而我们下面的话就用这些桶全部接上，我不知道这个木头能不能接啊，但是我知道岩浆桶肯定是可以的。为了节约一些材料，这边的话我做了一些石桶，哇，这些石桶我不知道能不能行啊，我们先测试一下，万一呢？在山洞里面待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透透气了。哇！这刚出来，寒气直接扑在我的脸上了，感觉呀清香很多啊。我没猜错的话，积雪量已经到达12格了吧？到时候要做一个除雪机试一试，好吧？总感觉这个鸡住在这个农舍里不太合适啊。其实我还是怕这个熊把这个鸡吃掉了。我们先把鸡给它搞出来吧。然后我花了点时间给鸡做了一些鸡窝啊，把这个鸡窝放在这个鸡圈里面。这些鸡的话下蛋就可以下在这个鸡窝里面了。哎，我去，这是哪来的鸡蛋呀？现在的话把这些鸡全部给它搞在外面来啊，让它们多下点蛋啊。然后我发现这个 chicken 什么东西啊，应该是 chicken 的鸡的房子吧。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粮仓存积的食物还是比较偏少的，到时候寒潮来临的时候，粮仓存的食物并不多，我们也可以吃一些鸡蛋，省一下粮仓里面的食物啊。这个东西它不难做，我们现在的话就给它放在这里啊。哎，这个鸡怎么进去了？然后这边的话也给它放一个啊。进去下蛋了吗？这是啊，直接进去了吗？这么快？还想逃？门都没有啊。OK， 鸡窝的话倒是好了，这边的话只有这个炼药锅才能堆岩浆啊，这些石桶的话堆不了，白做了，好吧。现在的话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给它放上这个炼药锅吧。哎，可惜我的铁啊，心疼了。看看鸡窝有没有下蛋，大家快看，已经有2个鸡蛋了，然后左边的话好像还没下啊。现在有多冷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哈的气啊。